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太阳帝国。在5万年前呢，地球上存在一个庞大的太阳帝国，就连玛雅呢也是它的殖民地之一。而玛雅人把太阳帝国的先进文明就带到了世界各地当时还发展了起来。人类的第一个宗教以及早期人类传教使用的第3个符号呢，都拼凑出了一个古代的超级文明的影子。那这个太阳帝国就是人类最初的诞生地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太阳帝国。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探寻消失的太阳帝国之时呢，人们就发现了埃及有一本圣典叫亡灵书，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可以证明当时沉没的母大陆呢确实是人类最初居住地的一个证据。那母大陆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当时统领着世界，他们又称之为太阳帝国。在亡灵书中呢，每一个章节呢都直接或间接的提到过了母。书中满是人类踏足埃及之前就划分给母的一些符号。在这里就要提到一点呢，所有古代的民族，包括埃及人在内都相信灵魂转世。那古老的东方粘土板就告诉我们古人当时是明白所有力量的起源和作用的。他们知道每一种力量在完成了自然界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之后，就会变得衰弱，但是是不会枯竭的。一股力量呢不会逝去，就像是一个元素不会逝去是一样的。衰弱的力量被力量之源回收之后，又重新生成，然后再传输到自然的宝库之中等待下一次的派遣。那古代粘土板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人的灵魂呢，是除了神灵之外和地球联系最强的力量。它在母大陆被肉体化，即使人的身体最终会休息解体，但是灵魂呢不会同身体一起死亡。古人相信灵魂会回到肉体化组成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母国，他们等待着下一次的转世。从美尼斯的时代开始呢，一直到公元前2700年上埃及和下埃及都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国内有2大宗教和教派，一个是西教，一个是东教。那下埃及人就认为呢，灵魂会从西方到达转世的地方，上埃及人则声称呢，灵魂必须从东方到达一个中心的天堂。但是2教都认为呢，灵魂必须从他们祖先来到埃及的同一条路回到转世的地方去。这2个宗教的派别呢，都构成了另外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就证明了人是从母大陆而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母呢是位于太平洋，它准确的位置呢应该是在缅甸的东边，玛雅的西边。埃及的宗教仪式里呢也有纪念母大陆毁灭的祭祀，通过把过世的人放入火坑之中让他们想念起降临在亲爱的母国先人身上的命运，同时呢指点他们的灵魂呢必须前去转世之地，这样也就实现了人的重生。还有更多的证据呢是在太平洋周围的地区有一些相关的记录，它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的了解真相。首先向大家展示一个符号就是太阳帝国母国的圣徽，一颗向外放射出8条光线的太阳。这个特殊的图案呢是在一个居住位于英属哥伦比亚居民库特奈印第安人的服饰上发现的。在另外一个库特奈印第安人的裙摆上呢，它是由一连串表示沉默的母的一种符号而组成的。这是一件黑色的衣服上面带有淡黄色的太阳标识，太阳的光线呢为湛蓝色，在太阳光线端点之间还隔着粉色的空隙，泛着淡淡的红晕。很多研究古代历史的人都注意到古代帝王的王冠呢有太阳之子的称号，但是这些帝王呢不能够给出自己采用这个称号的原因。很多时候呢他们就只能够声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子孙嘛。要找出帝王采用这个称号的真正原因呢，我们必须回溯到地球的第1代帝国太阳帝国。这个帝国呢是在母大陆上形成的，它为母呢设计了一款皇室徽章，也就是太阳徽章。母国的皇室徽章呢绝不是随便一个东西，对于徽章内容的解码呢，就可以证明它上面的每一条线呢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太阳呢是有8道光芒，象征着8个主要特点，表示它统治着整个地球。有一个圆圈还包围着这些光芒，就象征着宇宙。这个宇宙呢也就是地球，因此呢这也就表现了太阳的光芒照在所有人身上，影响遍及了每一个人。所以母国的皇室徽章就告诉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在母的统治之下，而母呢是整个地球的主人。在科特西亚抄本呢也支持了把母呢统称为统治者的这个说法。在这本文献里面呢，母被称为统治者。那传说中当母变成一个帝国的时候，当时的僧侣头领呢就被选为了帝王。僧侣的头领在宗教的教义中就代表了神，而太阳拉呢是神的最高体现，所以呢太阳就是众王之王的标志。显然呢随着母大陆的各个殖民的壮大呢，它
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也都提高了。于是呢，这些殖民地都慢慢变成了王国。但是呢，他们还是受到母大陆控制的，所以整个世界呢是中央控制的一个大家庭。当一块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王国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代国王呢也就变成了母大陆皇室的一位成员了。在某些情况下呢，也可能是母大陆的皇室指定了一些人去做这个国王，而这个国王呢就可以获得太阳之子的名号。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神圣的太阳之子，而是说他是太阳帝国、太阳王朝的子孙。而新国王的徽章呢仍然是太阳，但是为了表示他隶属于母大陆或者是母大陆的一份子呢，散发光芒的太阳球呢就只会是从地平线上露出了一半。所以印度古代的历史学家就谈论玛雅人在印度的杰作时就说过呢，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之前这句话，指的就是印度的玛雅殖民地德干成为了一位王国的时候呢，第一任国王拉玛的象征呢就是徽章一轮仅仅露出地球一半的一个朝阳，也就是说他获得了太阳之子的称号。在今天呢，上升的太阳成为了不同国家的象征，包括日本波斯以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那古人为了辨别上升的太阳和下沉的太阳，习惯把上升的太阳画上光芒，而下沉的太阳是没有光芒的，只是一个圆盘或者是圆球。太阳帝国夭折之后呢，任何与母大陆有关的太阳都变成了下沉的太阳。于是我们就推测母国文明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是怎样得出这个时间的。在尤卡坦半岛的奇钦伊察呢，勒普朗根在坎的长子兼大祭司凯的坟墓中就发现了一个12头蛇的雕像，旁边就说明显示这些蛇就象征着坎之前统治玛雅的12代王朝，他们的统治时间加起来是有18000年的。这在中国道德经的一些书中也有过记载，日本也有史书记录过这12代王朝，还有一块古老的印度粘土板以及印度的手抄本中也提到过相同的内容。根据托洛亚诺古抄本中记载呢，最后一位国王坎生活在16000年前，这个王朝统治玛雅超过了34000年。我们不知道坎王朝持续了多久，不过至少有6个国王，也可能是12个国王呢，甚至更多，他们一起呢统治这个国王。从第一代玛雅王算起呢，34000多年的统治时间还是很合理的。而玛雅呢是母的一个殖民帝国，当时呢已经发展到了纯居住的一个级别了。这样的彻底变化也需要时间所以母国文明肯定要远远超过这35000年。于是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推算出了远古的母国的历史呢，应该是有5万年甚至是更久远的时间。由于气候的稳定，母大陆当时的粮食是非常充足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加之航海事业的发展呢，不断的有人从母大陆上就来到了周围的大陆上进行开拓，这些开拓者就被称为玛雅。而玛雅呢就是开拓者的意思，殖民者的意思。往东面进发的玛雅就到了现在的南美洲，往西面进发的玛雅呢就到了亚洲、印度还有欧洲。那么玛雅人把母大陆上先进的文明就带到了世界各地发展了起来。足足5万年的时间，母国文明的殖民地已经遍及了很多地方。那么我们又是怎么用这些零散的碎片拼凑出一个超级帝国的影子的呢？符号和宗教的出现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原始人类在使用一些符号的时候，不光是它表面的样子，还表示了他心里的想法。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古老原始的习惯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仍然使用这些符号。例如十字架就代表基督，尤卡坦半岛的乌斯马尔的神圣奥秘神殿的墙壁上有一些符号就最能说明这个观点。这些符号就告诉我们它们是来自于一个源头人类的祖国，也就是母。因此呢，我们可以放心的猜测，这些符号和人类的第一次传教时使用的符号是一模一样的。在南太平洋的诸岛的废墟的石头上，当时也发现了很多这些一样的符号，进一步就证明了这个观点。而这些符号呢，将全世界的人们和他们的祖国母呢都联系了起来。这些符号覆盖范围非常广，表达的意义也都相同，这也就证明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这样，从母国沉没开始，人类的第一个宗教的残余代代相传，大约传递了12000年。我们的前辈正确而又虔诚地传递了这些碎片。圆圈呢，是人类传教过程中使用最早的3个符号之一，它是所有符号中最神圣的，代表太阳，称作拉，也是神的各种属性的符号或者是标志。那太阳拉呢，仅仅是能看作是一个符号，但绝不是神本身。当时的人们是如此的敬畏神，以至于从来都不说他的名字。
那玛雅人、印度人和其他所有古代人呢，都是如此。那圆圈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之所以选择太阳呢作为神的符号，因为太阳是原始人类能够看到的最强大的东西，它充分代表了全能。在波利尼西亚的石头的遗迹上呢，神圣奥秘之殿的墙上，以及埃及、巴比伦、秘鲁呢，所有的古遗迹都发现了太阳雕刻，所以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符号。早期人类传教使用这3个符号之一，还有一个呢是等边三角形，它的起源和含义也非常有趣。它的历史超过了5万年，用来代表3位一体和天堂。传说它呢是来源于母大陆的地理构成，而母大陆在地理上被称为西方大陆，由3块分离的大陆构成。传说这3块大陆在不同的时间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组合在一起的。为了把这些呢解释给当时的那些还未开化的人听呢，所以教导的内容是造物主的3个属性在这3块土地上升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选择了等边三角形这个图像。人们可以直观地理解3位一体的一个概念。从古老的大陆传来的3个属性而形成了最初的3位一体，是原始3位一体的概念。多年之后呢，这个概念就传到了我们的中间，尽管它的外形变了，但从未消失。而在不同的民族之中以各种名称或者是形式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共济会中就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呢，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母大陆，那就是双方形。印度和西藏分别有一块特别古老的粘土板，上面都刻着双方形。根据上面的记载呢，大约在20万年前呢，人类最先出现在地球上，也就是母大陆上。人们出现之后不久就有了宗教，但是他们无法得知这个不久到底是多远。无论把这段时间看作是1000年或者是几万年呢，这个双方形的年代都很古老了。同时这个双方形呢，也是古代建造者一词的拼写。那双方形在埃及宇宙进化论之中一直很突出。在埃及文书中就发现呢，最早的双方形出现是在美尼斯国王时代，约公元前的5000年。但是在美洲呢，我们发现它在12000年之前已经非常普遍了，比我们在埃及发现的时间呢早了5000年。而且呢，在12000年前的美洲这个符号就已经是个古老的符号了，因为我们在5万多年前的纳迦记录中也发现了它。那双方形是普塔神的一个标志，普塔呢是埃及最古老的神之一，有很多头衔，其中一个呢就是建造者。而且双方形还作为埃及的奥西里斯的印章而出名。当奥西里斯在阿蒙提的真相大厅审判亡灵的时候呢，就坐在双方形上面。这个死亡标志呢是用在古代宗教仪式上，留给信徒一个印象，让他们知道自己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必须在心里牢牢地记住呢，灵魂在离开肉体进入天界之时，一定要度过一段最恐怖的时间。这也是母国文明留下存在的痕迹之一。而母大陆的宇宙图表是人类写的第一本书，有学者就认为这本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0年前，但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出这本书在这个时间之前已经存在了多久。所有的古代的国家呢，当时都复制了母大陆的宇宙图表，例如尤卡坦的玛雅人、印度的纳迦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北美洲的普韦部落印第安人。在这其中呢，只有一个民族保留了图表的原始意义，那就是尤卡坦的玛雅人。其他的民族都加上了图像和教理，给原始的图像呢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母大陆呢，初学者都被教导要扎实的学习宇宙图表，并将其视为对神的一种信仰。在解读这个宇宙图表的时候呢，就把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呢夹杂在2个交叉的等边三角形中间。这2个三角形的外面呢还绕着一个圆，在2个圆之间呢还被划分成了12份。同样的呢，外边的这个圆呢也围绕着12个扇形，一根线条呢从中心的图案上垂下来。那中心的圆呢就是太阳拉，拉呢是神的集中标志。由于神在天堂，所以这个圆呢也表示神和天堂。那2个三角形呢，在2个圆之间呢交叉形成的12个区域，则表示天堂的12道门。每一扇门象征着一种美德，灵魂呢必须具备12种美德，才能够进入天堂大门。围绕在外围的12个扇形的象征12种诱惑，在灵魂进入上界的12道门之前呢，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克服了世上的这12种诱惑。这就是最初古代母大陆上的人们的信仰。而这些奇形怪状的神往往都有1对以上的手臂，尤其是在印度人们总可以在寺庙的墙壁上或者是古抄本的插图中找到这种人物的画像或者是雕像。这些人物不是偶像，他
他们是造物主和创世纪的神圣的标志，他们象征着无限，象征着7个原始的力量、属性、意志、命令和智慧的神。虽然最先发现这些多臂的人物呢是在古代的婆罗门，但是他们是源自于姆大陆。众所周知呢，印度的婆罗门呢从那迦人那儿获得了宇宙论、科学以及人文的艺术，所以印度的玛雅人原先叫做那迦人，后来呢又叫做檀那婆。那婆罗门和那迦人呢都用7头蛇来表示造物主，有的时候呢也用人的形象代替蛇，特别是在描绘特殊的创造的过程的时候呢，7头蛇呢是古代最令人关注的符号之一，它起源于姆大陆，象征着造物主和创世纪，并且呢具有深刻的隐藏的含义。它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各种的文献之中，但是每一种名字指的都是那7头蛇。姆帝国信奉的是7尾蛇那拉亚那，形象与玛雅人信仰的羽神蛇、中国的伏羲女娲都非常的相近。伏羲呢又称为太昊，意思是太阳神，而中国的龙的形象呢也有可能是那拉亚那的形象演进的一个结果。在印度文学中呢，它被称为凯沙或纳罗衍那。那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把它称为阿阿查巴特，而在今天的柬埔寨呢，它叫做那迦。因为7头蛇象征着造物主和创世纪，所以它广泛的出现在了各种古代的文学之中。在柬埔寨的吴哥城呢，有一座宏伟的寺庙的遗址，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建筑遗迹了。7头蛇呢，就多次的出现在了这座遗迹里面。而最重要的就是寺庙前的通道两边各雕刻着一只7头蛇，蛇头呢高高扬起8到10英尺，蛇尾呢消失在寺庙的墙中，可见蛇这一符号代表的是整个世界的造物主。这个图形在几万年前呢，就由那迦人从姆大陆而带入了吴哥窟这个地方。姆大陆留下的文明的印记呢，在世界各处都有，而那些形态各异的雕刻和符号呢，无不呼喊着他们的祖国母国。也许这个人类的起源地呢，带给今天人类的影响呢，还远不止于此，静待我们之后去发现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